大家好，关于年菜种植呢，不知您是否已经安排好了哈？如果还没种好呢，剩下约1个月的时间呢，叶菜类还是可以赶得上哈。加上今年过年休假时间比较长哈，如果想要种呢，就得快点出手了。个人前面的空间呢，已经种了近90%哈，有10几样菜了。今天就来介绍哈，这可以反复采收的山茼蒿。不过呢，因为觉得山茼蒿的用途比较广哈，除了火锅啊或是煮面使用呢，最大的好处是还可以直接现炒啊。而特殊的菜味呢，又是别种菜所没有的哈，所以山茼蒿几乎是每年必种啊。种植的时间呢，又可以很长。整理好溪地之后呢，可以先把土挖松一点哈，将种子拌到干的细沙哈，直接撒播就可以了啦。若是时间比较赶呢，就可以先撒密集一点哈，等日后再进行疏苗或直接采食比较细嫩的茎叶来吃啦。如果你的土哈有事先挖松哈，就可以不需要再覆土了。只需要播种后呢，将土壤浇湿一点哈，接续就是等待采收了。由于现在的天气呢比较凉冷哈，晚上露水也比较重了，只要几天浇一次水哈，就可以长得很好了。播种的同时呢，直接先来看日前已经先撒种的山茼蒿现况哈。这是事先有将土壤挖松的好处啊，水一浇下去哈，马上就被吃下去了。山茼蒿算是很耐湿又耐旱的作物了，但保持湿度呢，可以让它生长得更快哈。采收时呢，叶片也会比较细嫩的感觉啦。现在这种凉冷的天气呢，它可以生长得非常快之外呢，吃起来除了特殊的菜味之外，也不容易有苦味了。后续一旁呢，就是采用分批种植哈，又再次进行撒种了。如果觉得撒得太密集呢，疏苗啊，或是进行移植啊，存活率也是很高啊，可以让它长到3公分之后哈，再进行移植啊。1星期后呢，刚好期间遇到了2天的小雨啊，连浇水的工作哈也都省掉了。在无日照的条件下呢，发芽与生长的速度也是不错了。也由于前面空间哈已经种满90%了，个人呢是开始为明年的气候做准备了。依据气象预测呢，明年春季降雨量会少很多哈。这水池的功能呢，得再调整一下哈，顺道进行一下清淤啊。下方的淤泥有点多哈，为了清淤呢，需让水位降低一点哈。挖起淤泥的过程，意外出现了这个现象哈。本来以为只是还有泥鳅啦，就没多理会哈，结果却挖到一条头山哈，这真的是非常夸张啊。个人只是利用一般的水管进行虹吸取水啊。日前呢出现泥鳅呢，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哈，现在又出现土司呢，更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啊。所以总听说哈，友善种植呢，就会让空间物种不断的增加了，但遇到这种情形哈，实在还是很难想象哈。又将其摆到水里后呢，感觉这完全是这水池的霸王无误了。不就幸好大肚鱼繁殖的速度很快哈，刚才这头鳝还在岸上挣扎哈，一下水后呢，马上开始生吃大肚鱼啊。为了让头鳝活动量大一点呢，挖完部分淤泥后啊，马上又启动虹吸进水哈。至于友善环境呢，增加物种多样性的效果呢，
个人看来真的是非常奇特啦，该不会跟个人的种植空间调教的太奇怪有关吧？其实前几天呢，后院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啊，只是呢，我们增加的物种呢，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在整理后院的时候呢，就是感觉有道眼神盯着你看，只差没有盯到心里发寒的程度了。这应该是不会攻击人吧？这夜莺可能附近稻子都已经收割完毕无处躲藏才会在这表演自己的平衡感不过呢，因为非常稳定的站在墙上不动连刚2只狗从一旁经过都没有发现它的存在之前墙上有猫Coffee 还直接跳过墙去追猫虽然生怕又出什么意外但又觉得有点新奇，内容可拍继续回到第2道年菜这对于都市返乡的亲人呢，算是很受欢迎的一道菜啦。龙葵台语称之为乌点龟或乌甜菜这种植的时间呢也是很短还可以反复采收了。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呢，也是可以参考一下日前的影片。这些鸡呢比狗还厉害每次一来呢就开始狂体现在比狗还会看家的份上呢，就赏点还点龟给他们吃不过呢，既然喜爱的程度更胜于高丽菜这则是始料未及接下来分享一下日前顺道参访一下邻居的菜园第一印象是他相对好勤劳，竟然没把一旁的水呢引进来直接漫淹，而平时呢，他总是很客气的询问一些菜的种法。今天看了他的菜园后呢，个人平时还真是野人献曝这菜园光是棚架呢，就已经搭得比个人的好太多了。最后还是回到山茼蒿从播种至今呢，经过13天依据这种进度呢，1个月内可以采收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还是觉得时间很赶这样的大小呢，就可以开始移植了。移植时呢，就可以考虑种植成整条的方式不但看起来整齐生长也比较有延伸的空间一旁比较早种植的呢，则是已经开始采收了。这算是多用途的菜啦，您过年火锅使用呢，也很好吃啦。谢谢收看。